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红豆是我们常吃的一种豆子，可以煮红豆粥、做红豆沙、红豆汤，香甜细腻，非常好吃。但是今天用饺子皮和红豆给大家分享这种新做法，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，更没有吃过。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做一次，你肯定会做第二次。下面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1碗在树上摘回来的红豆。我这里准备了250克红豆，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把坏掉的豆子挑出来不要，臭的、带虫眼也挑出来不要。如果这些坏的不挑出来的话，吃起来会特别影响口感，有可能吃起来是苦的。把坏豆子挑干净之后，然后再倒入清水没过红豆，把红豆轻轻地揉搓几遍，洗去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红豆属于粗粮，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。我们平时经常吃一些红豆，对身体的好处非常多，而且它的口感也特别的丰富。洗干净后，把脏水倒掉，然后再放入干净的水。浸泡1个晚上，浸泡过的红豆吸足了水分，不仅吃起来更加的软糯了，而且也大大减少了烹饪的时间。接下来再准备120克黑米和120克糯米，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倒入清水，把它们清洗一下，轻轻的揉搓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。洗糯米和黑米这2种食材的时候，不要过分的淘洗，避免维生素 B 大量流失。再清洗一遍。我们先把米水倒掉，淘米水可以留着浇花或者是洗脸，然后再倒入清水浸泡1个晚上。浸泡过的黑米和糯米吸足了水分，不仅吃起来更加的软糯了，而且也大大减少了烹饪的时间。这是我泡了1个晚上的红豆，颜色变浅，体积明显变大，像这样变得胖乎乎的，说明我们的红豆已经泡好了。然后把它清洗干净，洗净后控干水分，放入电饭锅里面备用。黑米和糯米也泡了1个晚上，体积明显变大，每一颗都变胖了很多，说明我们的黑米和糯米已经泡好了。然后把它清洗干净，洗净后控干水分，也放入电饭锅里面，把表面整理一下，整理平整，然后再倒入清水，没过食材1厘米左右，再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打开煮饭功能煮熟。再准备1把红枣和1把葡萄干，倒入碗中，先倒入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一下，再加入1小勺盐、1小勺面粉，然后用手抓拌均匀，使每一粒红枣和葡萄干都裹上1层盐和面粉。因为葡萄干和红枣表面有很多的褶皱，直接用清水洗是很难清洗干净的，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力，可以吸附褶皱里的灰尘和细菌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这样才能够把红枣和葡萄干彻底的清洗干净。抓拌均匀之后，再倒入清水，把表面的淀粉清洗干净。大枣和葡萄干多清洗几遍，洗至水变得清澈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控干水分，捞出来放到案板上，再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取出来。红枣的营养非常的丰富，平时我们可以给家人多吃一些红枣。红枣处理好之后，和葡萄干一起切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有点颗粒感，口感更好。全部切好之后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2个公鸡顺产生的蛋，打入碗中，
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搅拌均匀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红豆也已经煮熟了，取一个红豆，用手捏一捏，一捏就碎，而且非常的软糯，像这样就熟了。然后搅拌搅拌，让它变得更加松散一点。搅匀之后，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大碗中。然后把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加进来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后，再加入60克红砂糖，再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搅匀之后，再加入1大勺粘米粉，再加1大勺面粉，然后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拌至没有干面粉颗粒，像这样看不到干面粉就可以了。然后取一小把食材，把它捏一捏，把它捏成像乒乓球大小就可以了。全部做好之后，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5毛钱的饺子皮，然后取出饺子皮，8张重叠在一起，再用擀面杖擀一擀，把它擀薄擀大，也不用擀得太大，比原来稍微大一点就可以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一张一张分开，像这样一张一张撕下来就可以。再取出一张饺子皮，放上准备好的红豆馅，然后用虎口把它收紧，像这样一边收一边转动，然后把边缘整理一下，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。做好的生坯直接放到蒸锅里面，中间要留有缝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摆好之后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中火蒸6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这样就已经蒸熟了，可以出锅了。等稍微放凉一会就不粘手了，这样就不会粘手了。依次装入盘中就可以食用了。这样非常好吃的早餐粘豆包就做好了，各个皮薄馅香，可以做主食，也可以做零食，能让人感受到饱腹感。小朋友可以直接用手拿着吃，它的口感软糯香甜，非常的好吃。吃的时候再搭配一点牛奶，味道好极了。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点，放冰箱里冷冻保存。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放锅里蒸一蒸，用它来当早餐也是非常的方便又营养。这样做出来的红豆包，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适合。而且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